火箭军大批老式导弹退役，美国兰德公司提醒不要小看中国老式导弹，改装后依然能够扫光美军的亚太基地。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恒 Talk。 说起我解放军的火箭军大家一定会骄傲地竖起大拇指，甚至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就曾经在火箭军服役过。这些年我解放军火箭军的成长我们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称我们的火箭军为世界第一都不为过。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导弹入役火箭军，火箭军的编制也在频繁的调整。外国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最关心这个事情了，毕竟中国的火箭军对他们来说是大敌。最近美国兰德公司又提出了他们的一系列评估报告，其中一份报告就称不要小看中国火箭军退役的老式导弹，中国正对这些老式导弹进行改造，以提升他们的战斗力。这些改造后的中国老式导弹的数量足够把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基地全部清理一遍。兰德公司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改造老式导弹技术上确实是可行的，因为导弹除了外面壳子，还有推进系统、控制系统、制导系统、弹头等等一系列部件。这些系列零部件里边有些是不能更换的，比如发动机轻易换不得，而有些就能轻易的更换，比如制导系统换起来就比较容易，比如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替代原先的美国民用 GPS 导航，就能大大提升导弹的打击精度。所以说老式导弹的改造是绝对可行的。而这些老式导弹和发射车平时不需要占用我们现役部队的编制，停在冻库中就可以。到战时如果新型导弹数量不足，他们马上就可以启用，对敌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说到现在那些老式导弹按照兰德公司的报告来看指的主要就是我们的东风11系列的战术导弹。它的样子各位观众应该是印象深刻的，因为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电视上杂志上到处都是它的身影。那是90年代中国二炮部队的主力近程地对地导弹，其主要作战目标就是台岛和日本，其次就是东风15。这些导弹正在被东风16、东风17所取代，当然还没有全部都退役。而东风15的技术条件比东风11要好得多，改装起来则更为容易。只不过装备这些老式导弹的部队是数量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有了更新式的巡航导弹入役，比如长剑10、长剑100等等。说实话我国的近程导弹无论新老，它设计时的初始作战目标本来就是针对第一岛链上的目标的，所以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也确实没错。火箭军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机场、后勤设施等等，使美军失去作战的依托，不得不退往第二岛链，这样就能为我军其他军兵种争取到统一祖国的时间。相信随着更新的导弹入役，解放军火箭军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个目标，甚至连美军的第二岛链的目标都将不在话下。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